如果你要问是什么核心原因导致了基督教的分裂？答案呢是由于对三位一体解释的不同。那又是什么引发了基督教的分分合合呢？答案就在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一部精彩的拜占庭宫斗剧中。我们知道的东正教和天主教是在基督教彻底分裂成两个独立的教派之后各自命名的。而在此之前呢，东正教的前身为基督教东方教区，也叫希拉语教区，最高宗教领袖为牧首；天主教的前身呢为基督教的西方教区，也叫拉丁语教区，最高领袖为教皇。那么东西方教区是如何针对三位一体这一核心教义展开了一系列的辩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分分合合纷纷的故事呢？时间回到公元325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在尼西亚召开了第一次普世大公会议。在这一次会议上呢，各地区的300多名主教共同制定并确立了基督教信仰的最基本教义，史称尼西亚信经。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呢，就是三位一体的教义。那么三位一体是什么呢？三位一体即为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在这一次的会议上呢，是这样表述他们的关系的：圣子由圣父而生，而不是被造的。需要注意的是，可以是东用 pneuma 这句话表明的是还有圣灵。但是呢，这里没有具体的解释圣灵的来源，这呢也就给教义的解释呢留下了一个 bug。于是公元381年第二次普世大公会议上呢，补充了对三位一体的解释，这一次明确定义了圣灵自圣父而发。直到奥古斯丁三位一体著作的诞生，才撬动了东西方教会针对教义解释的矛盾。在这本书中奥古斯丁明确表明，圣灵自圣父和圣子而发。他提出的观点呢，逐渐得到了众多西方教会主教的认可，而这呢就产生了与东方教会的巨大矛盾。但是呢，东西方教会仍然相安无事的相处了450年左右。时间来到858年12月20的这一天，Photius呢匆匆的提督成了修士。之后的4天他从一个普通的修士一步成为了牧首。而这样的继承步伐呢是没有先例的。听到这儿，大家可能会觉得好奇这个 Photius到底是谁呢？他有什么样的背景能够被如此的破格提升呢？其实Photius呢出生在一个很传统的拜占庭的家庭。那么像他这样的这种生活和成长背景的人我想在当时的拜占庭应该不在少数。但是呢，一个叫巴尔达斯的人的出现呢，才真正的改写了这一个 Photius 的一生。Photius 呢也成为了巴尔达斯权力斗争中的一把利刃。那这个巴尔达斯又是谁呢？我们要到842年拜占庭的王宫里去看一看。2岁的迈克尔3世登基成为了拜占庭的皇帝。幼小的这个迈克尔只能是名义上的皇帝因此呢，他的母亲西奥多拉，他母亲的叔叔塞尔吉奥斯，辅政大臣 Theoktistos 共同管理着拜占庭帝国。可想而知这又是一个垂帘听政的故事。这样的环境下逐渐长大的迈克尔呢，也开始了要扩张自己的势力。他不仅在政治上更多的倾向于自己的叔叔巴尔达斯，还授予巴尔达斯凯撒的头衔，这可是当时仅次于皇帝的头衔。而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匆匆的废除原有的牧首，而立 Photius 为牧首，自己人好办事儿。那么这样的一番操作就引发了一系列的其他教区的主教对巴尔达斯和这个新主教 Photius 的不满、不认可。5年间种种的矛盾越发激烈，最终呢才引发了东西方教会之间那个在400年前埋下的根本的矛盾点，对三位一体的教义解释不同。时间来到863年，西方教会的教皇尼古拉斯一世掀起了第一次与东方教会的对抗。尼古拉斯呢在拉特兰召开了一次会议，以质疑Photius 君士坦丁堡牧首身份的正统性为由，正式开除了他的教籍。而866年的 Photius 呢，又以同样的方式质疑尼古拉斯对教义解释的合理性，便于867年联合东方教会的其他主教，开除了西方教会的教皇尼古拉斯一世的教籍。这就造成了东西方教会双方的主教互相开除教籍的局面。这就是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一次分裂。
众所周知啊，基督教分裂成信经的东正教和天主教啊，是在公元1054年，而从867年到1054年之间又发生了一些什么呢？首先啊，我们来看看啊，在866年啊，逐渐长大的亲临迈克尔啊，也就是拜占庭的皇帝，越发的担心他的叔叔啊巴尔达斯会篡权，于是呢，许诺巴西尔为共同皇帝，一起策略谋杀了巴尔达斯。没想到啊，隔年呢，共同皇帝巴西尔暗杀了27岁的迈克尔皇帝，而成为了一位新的皇帝。随着巴尔达斯和迈克尔的死去，Photius呢失去了靠山，被罢黜。但是呢，同年11月，教皇尼古拉斯也去世了。这一对针锋相对的东西方教会头领啊，走下神坛之后，便迎来了新的皇帝，新的宗教局势。东西方教会呢，又重归于好。869年的时候，君士坦丁堡第4次会议公开宣布啊，Photius从未担任过任何牧首的职位，以及他的一切行为都是无效的，并因他对西方教会主教诽谤性的行为语言受到了谴责。至此啊，在880年的一次会议上呢，东西方教会呢又正式的和解了。从此啊，大家和平共处了270年左右，直到一个新的政治团体的出现——诺曼人。1753年呢，这一个诺曼联军啊，与教会和皇家军队的战争中呢，罗马和教会军队啊惨败，西方教会的教皇利奥啊被这一个诺曼人俘虏，这呢就是著名的 Civitate 战役。那诺曼人又是谁呢？为何如此的强势呢？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讨论有关诺曼人的故事。西方教皇被俘虏之后，很快诺曼人开始公开的使用西方教会的宗教仪式和习俗，比如在圣餐礼上使用无酵饼，并表示这一切都是经过了教皇的授权。而这呢，就引起了东方教会首领之间又一次针对宗教教义和宗教礼仪的一系列论战。在1754年春天啊，这个西方教会派出一支使团到这个东方教会去谈判，以达成一定的共识。就在这期间呢，教皇利奥于1054年4月19日不幸去世。而这时他所派出的使团还未谈判完毕，这呢就使得使团的谈判无法继续。而一直以来东方教会的冷漠、傲慢和不重视的态度，也最终激怒了西方教会代表团的主教。一怒之下呢，他写下了教皇诏书，正式开除东方教会的牧首以及其追随者，并将诏书放在了举行仪式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坛上之后扬长而去。这个呢也激怒了东方教会的牧首。同年7月24日，东方教会召开主教大会，以同样的方式正式开除了西方教皇的教籍。至此东西方教会于1050年7月24日彻底分裂，而东方教会呢逐渐发展成为我们今天的东正教，西方教会呢则发展成为了今天的天主教。那你一定会问，当代的基督教为3大教派，另一个又是如何发展出来的呢？下一期我们一起谈谈新教的诞生。谢谢大家，我是黄小熊，原油八荒。